第四是治法，孔子受到端门学术的启示，于是赶快着手写《春秋》和《孝经》，为汉朝治法。孔子为了修《春秋》，先研究殷代的历法，把历史年代弄准确。为了全面掌握史料，派他的弟子子夏等14人去搜集历史资料，得到120国宝书。于是他抓紧写作，从春到秋9个月就把《春秋经》写成。孔子为汉治法，为什么不拟定一些原则性的法律条文，也不写成理论性的文章，而是要编写一部编年体的春秋史书呢？这有很深刻的用意。春秋尾说，孔子曰：我欲在之空言，不如献之于形式之深切著名也。孔子认为空谈理论不如通过具体历史事实来论证更加深切著名。春秋是一部拨乱反正的经典，其中包含着许多微言大义，具备文王、武王、周公3圣的法度，记录灾异及福瑞，陈述天与人的关系。春秋在汉代具有法律的效力，比如公孙弘以春秋义绳臣下，汉武帝派董仲舒的弟子吕不韦使府乐至淮南狱，以春秋义专断于外，不必请示朝廷，这就是春秋绝狱。孔子为汉治法的第二部经典是《孝经》。孔子是肃王，他既没有权势能赏人以官爵俸禄，也不能用府乐对人惩罚，他只能借助先圣王的权威，在春秋里用文字进行褒贬。所谓一字之宝融于华滚，一字之贬言于府乐，这就是孔子的赏罚。曾子辅助孔子制作《孝经》，《孝经》是天地的喉舌，道德的根本和纲要。孔子认为《孝经》和《春秋》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孝经》宣扬的忠孝是封建伦理道德的纲领。《孝经》在汉代特别受到尊崇，汉初设孝悌立田之科，后汉时规定天下人必须背诵《孝经》，成为制度。《孝经》把孝作为大经大法，五行之属3000，而罪莫大于不孝。汉代不孝者斩首削之，后世把不孝列为10恶大罪之一。孔子除了制作《春秋》《孝经》外，还编著了诗、书、易、礼等几部经典来辅助《春秋》和《孝经》，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体系，这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在这里重点提一下礼和乐。实际说，礼乐积德100年而后兴，那么礼乐究竟有什么作用呢？孔子编写礼乐的目的是什么呢？孔子认为礼是表现于外的，能让人各安其分，让社会和谐有序，而乐是陶冶性情，能深入人的内心，这就是礼宜修外，乐宜治内。孔子说，萧韶是舜的遗音，它温润而和谐，好似温和的南风一样，它的音律感人，好像寒暑风雨感动万物一样。所以乐尾动声仪说，雷动禽兽，风雨动鱼龙，仁义动君子，财色动小人，是以圣人务其本，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春秋和孝经是孔子最后的2部著作。据谶纬说，孔子把这2部法典制定之后，于是向天报告，召集了他的72弟子，面向北辰鞠躬而立，命曾子手捧河图、洛书等谶纬也向北而立。孔子事先斋戒，穿红色单衣，头上插着青白色的笔，向北辰跪拜说：报告上天，孝经4卷，春秋及河图洛书等图纬凡81卷，仅宜全部完成。于是天上云气雨起，白色的雾布满了大地，赤红从天而降下，化为黄玉，长3尺，上面刻写着文字：刘季当受天命来统一天下。真是神奇极了。这个故事记录在《孝经右契》里。第5是先知。在谶纬中，孔子不仅是圣，而且是神。神圣最大的特点是先知，预知未来一切的事情。在谶纬的《颜孔图》《通卦宴》《前凿度》等书里说，孔子不仅知道周朝的灭亡，并且知道秦始皇灭6国，统一天下。孔子也预知亡秦者胡，传到秦二世胡亥就会覆灭，又知道秦始皇会焚书坑儒，使书籍散，但孔经会传授不绝。春秋经由公羊羔传授，后来董仲舒出来整理典籍，这就是孔子的独见潜睹，神圣的表现。
孔子是肃王，但他不是光杆司令，他有一套肃王班子。颜渊是司徒，子路是司空，左丘明是宿臣等等。孔子的这班弟子也是不同于凡人，都是自天而降的。《论语》称说：子路感雷惊而生，上刚好勇，亲涉危难，结因而死。因此这些人都有奇异的骨相，比如说颜渊是山庭，额骨像日；曾子眉目间，骨像似连珠，额骨突出像犀牛角。子贡山庭，口边有几个痣，像斗星；南荣口大如生，子夏、子张额骨都像日，大眼睛等等。看相本是春秋战国以来的一种术数迷信，象人之形状颜色而执其吉凶夭祥，世俗称之。到了汉代，相术颇为流行。孔子的学生中，孔子最重视颜回。孝经纬说：孔子谓颜渊曰：吾终身与汝交臂而失之，可不哀欲。可惜颜渊不幸短命，先孔子而死。所以孔子只好把他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春秋》传给了子夏，《孝经》传给了曾参。这就是《孝经》勾命诀说的以春秋属商，以孝经属申。周朝之前是军师政教合一，但自孔子而后学术下移，到了汉代以孔子为肃王，为汉治法。从此帝王和孔子有了分别，帝王是政治领袖，掌握正统，孔子变为教化领袖，掌握道统，从此政教分离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谶纬里的孔子既然从政教分离出来，只掌握道统，那是不是说孔子的神威从此以后就不能影响封建王朝的政治统治了呢？这就是有关谶纬与政治的关系。我们在下个视频里介绍，再见。